想象你开了一家餐厅，每天要做 1.8 万份餐，客人来自全球各地，口味各异，有人要高热量，有人要低钠，有人信仰不同要吃清真，有人对花生过敏，碰都不能碰。更离谱的是，你这家餐厅建在一艘船上，这船在大洋深处狂飙，浪来了整艘船都在晃，锅子划过去汤洒一地，油锅随时可能翻覆烫伤厨师。然后你告诉我，这间餐厅永远不打烊，一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一开就是6到9个月不靠岸。这就是美国航空母舰的厨房。我们总觉得航母的硬核在于那些呼啸着从甲板弹射起飞的战斗机，在于核反应炉20多年不用换燃料的恐怖续航力，在于打击群横行4大洋的霸权投射。但其实有一个东西，如果搞不定这些全部归零，那就是吃饭。拿破仑说过，军队靠卫行军，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最精准的导弹，但如果水兵们饿着肚子，士气崩了，这艘10万吨的钢铁巨兽就是一堆废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美国海军是怎么在大洋中央搞定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餐厅作业的。首先我们得搞清楚航母到底有多大。以目前美国海军主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为例，这艘船全长333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光是飞行甲板的面积就有 4.5 英亩，大约相当于 1.8 万平方米。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概念，大概就是3个足球场那么大。船上常驻人员超过5000人，加上舰载机联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高峰期可以达到6000人。这什么概念？就是一座小城镇的人口全部塞在一艘船里面，然后这座城镇在太平洋上以超过30节的航速飙车。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是在1975年服役的，以2战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元帅的名字命名，而最后一艘乔治·布希号则是在2009年服役。整整10艘同级舰撑起了美国海军半个世纪的全球霸权。6000人，每天3餐，再加上一顿专门给夜班执勤人员准备的午夜口粮，海军术语叫 Midnights， 算下来每天需要供应的餐食数量就是17000到 1.8 万份。有些数据甚至显示，像尼米兹号本舰曾经拿过2020年度最佳航母餐饮服务尼伊奖，它的伙食部门每天提供的餐食数量高达 1.8 万到2万份。这是什么级别的餐饮产出？放在陆地上，这已经超过了很多连锁快餐品牌单一城市所有门店一天的总出餐量，而它只是在一艘船上完成的。那么为了喂饱这6000张嘴，航母每天需要消耗多少食材？答案会让你瞠目结舌。光是鸡肉一天就需要超过700公斤，生菜沙拉至少160公斤，牛奶160加仑，大约600公升，麦片30箱起步。而最能代表美国海军精神的东西是什么？咖啡，一天2万杯。你没听错，2万杯。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水兵一天至少灌进3到4杯咖啡。在全天候高压的军事作业环境下，咖啡就是维持这座钢铁巨兽运转的液态黄金。把这些食材费用加起来，每天的伙食支出大约在 4.5 万到 6.5 万美元之间，一个星期下来就是30多万美元，一个月就超过100万。有些来源甚至提到每周高达180万美元。一次6到9个月的部署，光在吃饭上就要花掉数千万美元。这就是养活一支航母战斗群的代价。你以为打仗最花钱的是导弹？不，最花钱的是饭菜。好了，食材有了，但谁来做饭？在美国海军里，负责烹饪的专业军种叫做烹饪专家，英文缩写是 CS， 全名 Culinary Specialist。 别被专家2个字骗了，觉得很轻松。这群人每天面对的战场比甲板上还残酷。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烹饪专家，你得先去维吉尼亚州里堡的联合烹饪卓越中心完成15周的密集训练。这个课程叫做 A 级学校。在这里，新兵要学会从基本的刀工到高阶烹饪技巧的一切，还要掌握食品安全、大规模备餐的流程管理、食材存储技术，以及在船上那种摇晃、高温、高压环境下工作的特殊技能。他们要学会操作容量220到380公升的巨型汤锅，要学会在设备故障、
锅具烧焦，整批食物报废的混乱中保持冷静。新手们形容入职前几周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震撼。因为这跟他们想象中的厨房完全不同，这里更像是一个工厂和战场的混合体。毕业之后，你才能被分配到舰上。以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为例，这艘尼米兹级航母上配备了大约114名烹饪专家，算一下就知道有多疯狂。1.7万到1.8万份餐除以114个人，等于每个厨师每天要负责将近150份餐食的产出。这不是在安静的5星级饭店里慢工出细活，而是在一个不停摇晃的钢铁盒子里，用工业级设备疯狂出餐。让我们走进航母的厨房看看。尼米兹级航母上配备了5个独立的厨房，海军术语叫做 galley。这5个厨房分别服务不同群体，有专门给士兵的主餐厅，有给士官的士官餐厅，也有给军官用餐的军官室。每个餐厅的菜单会根据海军传统和等级制度做一些调整，但核心食材和主菜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就餐环境和服务方式。士兵餐厅是自助取餐线模式，你端着餐盘排队走过去，厨师给你盛菜。军官室环境更正式一些，有时候会有桌边服务。而基层士兵的餐厅容量最大，在用餐高峰期，它就像一个超级热闹的大型食堂，水兵们排着长龙，厨师们在蒸汽和油烟中忙得不可开交。再说设备，航母厨房里的装备可不是你家灶台那种等级，这里有容量达到80加仑，也就是300公升的巨型蒸汽夹层锅，一锅就能煮出几百人份的汤。有工业级对流烤箱，一次可以烤几十盘食物。有跟小孩差不多大的搅拌机，一次能揉27公斤的面团来做新鲜面包。有按摩浴缸大小的油炸锅，炸薯条、炸鸡排全靠它。还有巨型蒸汽盆，一次蒸好几袋蔬菜。这些设备全天候运转，白天做正餐，深夜做午夜口粮，凌晨3、4点又开始准备早餐，永远不停。而让这一切更加地狱的是工作环境。航母厨房的温度在作业高峰期可以飙升到摄氏50到57度。没错，你没看错，在热带海域作战时，外面30多度，船体本身就是个大铁罐，再加上灶台、烤箱、油炸锅同时开火，厨房里就跟桑拿房一样。为了防止中暑，当环境温度超过约摄氏38度时，水兵的轮班时间会被限制在1小时以内。厨师们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在这种环境下持续搬运沉重的锅具，操作滚烫的设备，同时还要确保每一份食物都安全卫生，不能出任何食品安全事故。因为在海上，一旦爆发食物中毒，你可没有医院急诊室可以去，船上的医疗资源有限，几百人同时上吐下泻，那就是一场灾难。所以食品安全的标准在航母上比陆地上任何餐厅都要严格，这真的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不过科技在进步，航母的厨房也在进化。2017年服役的杰拉尔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一级的超级航母，也是福特级的首舰。这艘造价133亿美元的巨兽在很多方面都是革命性的，而厨房设计就是其中一个低调却影响深远的亮点。尼米兹级有5个分散的厨房，福特级只有2个，叫做整合式厨房。一个在船尾同时服务士兵、士官和军官3条供餐线，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出餐而已。另一个在船头，只有在舰载机连队登舰时才启用，专门服务飞行连队的人员。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什么？集中化，所有食物出自同一个厨房，同一批厨师，不管你是刚入伍的菜鸟水兵还是舰长本人，吃到的主菜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水兵吃到的鸡蛋是硬邦邦的化石蛋，那军官吃到的也是同一批化石蛋。某种程度上，这倒是实现了一种残酷的平等。福特级厨房最惊人的升级在于设备，它配备了高科技烤箱，功能类似于家用的万能锅，但威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些烤箱有触控荧幕显示器，内建各种菜品的烹饪程式，你只要选择菜单按下按钮，它就自动设定温度、时间和烹饪模式。更离谱的是，这些烤箱连接了无线网络，可以远程监控运行状态，而且它们还能自动清洗，内部会像洗碗机一样喷出肥皂水和清水，完成清洁循环，不需要人工刷洗或使用化学清洁剂。想想看，在尼米兹级上，
烤了一整天肉的烤箱里全是油垢，厨师下班前还得蹲在里面刷洗半天。在福特级上按个按钮他自己洗，光是这一项就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力和时间。福特号的舰长曾经分享过一个细节，在之前服役的尼米兹级航母上，出海超过14天之后，新鲜蔬菜基本就吃完了，沙拉就此消失。但在福特号上，他们在出海第28天时，居然还在吃新鲜的绿色沙拉。这不是魔法，而是更先进的食物储存系统和更高效的空间规划带来的成果。在福特级上，食物储存区直接设在厨房正下方，位于船体中线位置，搬运动线更短，效率更高，需要的搬运人员也更少。结果就是福特级的餐饮服务部门比尼米兹级少了大约90名人员，货物搬运部门也从80多人缩减到30人左右，但喂饱的人数却是一样的。用更少的人、更聪明的设计、更先进的设备，做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事情。这就是40年一次的航母设计革命。更酷的是，福特号还有一套等离子湖废物销毁系统，这东西能在超过摄氏5000度的高温下，把垃圾直接气化成几乎什么都不剩。在尼米兹级上，厨房产生的大量厨余和垃圾需要人工分类、压缩、打包、储存在船上等靠岸才能处理，既占空间又臭气熏天。福特号每天能处理约230公斤的垃圾，直接化为乌有。6000人每天吃 1.8 万份餐，产生的厨余量是惊人的，能把这些垃圾直接蒸发掉，对船上的卫生环境和储存空间都是巨大的解放。聊完了硬体，我们来聊软体。航母上吃什么？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丰富得多。海军有一套严格的营养标准，男性水兵每天需要摄入2850大卡，女性则是2100大卡。烹饪专家们必须在这个框架下精确计算每一餐的热量、脂肪、钠含量，同时还要照顾到过敏体质、宗教饮食限制，比如清真和犹太节食，以及特殊医疗饮食需求。有些需要特殊饮食的水兵，烹饪专家甚至要跟船上的医疗部门协调，为他们单独准备餐食。这不是随便煮就行的，这是一场营养学、物流学和文化学的多维度作战。菜单采用14到21天的轮换周期，也就是说，至少2个星期内你不会吃到完全重复的菜色。日常菜单涵盖美式经典的汉堡、热狗、炸鸡、烤肉排、意大利面、墨西哥卷饼、各种沙拉、蒸蔬菜、马铃薯泥、浓汤，还有烘焙房现烤的面包、蛋糕和饼干。对，航母上有专门的烘焙区，每天用那台能搅拌27公斤面团的巨型搅拌机做出新鲜的面包和甜点。当你在大洋深处漂了好几个星期，打开舱门闻到现烤饼干的香味，那种感觉大概就是地狱里忽然出现了一道天堂之光。在烘焙师们看来，他们做的不只是面包，是家的味道。而到了特殊日子，厨房会更加卖力。感恩节有火鸡大餐，配上南瓜派和蔓越莓酱，厨房还会布置节日装饰，营造气氛。圣诞节有烤火腿和姜饼，水兵过生日的时候，甚至能吃到泪眼牛排和龙虾。你没听错，龙虾。在太平洋中央的一艘军舰上吃龙虾，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就是美国海军维持士气的手段之一。对于远离家人，在狭小空间里生活大半年的年轻人来说，一顿好饭菜的意义远远超过食物本身。它是一种安慰，是家的味道，是让你撑下去的动力。还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叫做啤酒日。当航母在海上连续作业超过6个星期没有靠港时，舰长可以批准一次啤酒日，每位水兵可以获得2罐啤酒。听起来不多，但在一艘严格禁酒的军舰上，这2罐啤酒的意义堪比黄金。水兵们会把这天当成节日一样期待。有服役过的老兵回忆说，他在航母上30个月，总共就赶上了几次啤酒日。而当啤酒日真的到来的时候，整艘船的气氛都不一样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说到饮料，有些航母上甚至还有星巴克。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就有一间叫做茶几咖啡馆的星巴克门店。真正的星巴克代表还曾经登舰视察，确认这里的咖啡品质和口味达到了星巴克的标准。而且这间星巴克的价格比陆地上便宜得多，水兵们可以在执勤间隙来一杯拿铁，找回一点正常生活的感觉。你想想，
你在太平洋中央一艘军舰上喝着星巴克，外面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和随时待命的战斗机，这画面是不是非常魔幻？还有个东西是每个水兵都期待的，那就是冰淇淋之夜。虽然日常餐食里甜点主要是蛋糕和布丁，但偶尔会举办冰淇淋之夜，由餐饮人员从5加仑的大桶里挖出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分给排队的水兵。据参加过航母家属巡航的人说，那天晚上每个人的眼睛都亮了，连将军都亲自上阵发冰淇淋。在大海上吃到冰淇淋，大概就是这辈子最简单也最真实的快乐了。航母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飞行作业可能在凌晨3点进行，机械维修可能在半夜2点进行，雷达监控和战情值班更是全天候运转。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大量水兵处于工作状态，而他们都需要吃饭，所以航母的餐饮服务也必须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天的餐饮时程大概是这样的：清晨开始准备早餐，通常在凌晨3、4点钟，烘焙组的人就已经在揉面团了。早餐供应时间结束后，厨房无缝衔接开始备午餐，午餐结束接着备晚餐，晚餐结束之后还有一顿午夜口粮要准备，这是专门给夜班人员的加餐，通常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供应。午夜口粮的菜色往往是早午餐的混搭风格，有剩余的晚餐菜色，再加上煎蛋、培根之类的早餐选项，还有一条烧烤线，可以点汉堡和三明治。有些老兵说，午夜口粮其实是一天中气氛最轻松的一顿，人没有那么多，可以慢慢吃，跟值夜班的战友聊聊天。在高压的航母生活中，这顿深夜加餐反而成了很多人最珍惜的时光。由于空间有限，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吃饭，所以用餐是分批轮流进行的。一条供餐线在高峰时段每半小时要送走500人。想象一下那个画面，500个穿着工作服的水兵端着餐盘排成长龙，供餐线上的厨师以流水线的速度把肉菜饭一铲一铲地盛上去。另一边，洗碗的人则在同步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盘，整个过程就像一条精密的工业生产线。而在这条生产线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叫做分批烹饪。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一次把所有食物都做好端上去，因为做好的食物放在蒸汽保温台上，时间一长就会变干变老，失去口感。所以厨师们会根据用餐人流的速度分批次烹制，第一批人吃的和最后一批人吃的品质应该是一样的。海军烹饪手册里有一条黄金法则，第一个客人能吃到什么品质的东西，最后一个客人也应该能吃到。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在每半小时要送走500人的节奏下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其精确的时间管理和团队协调。现在问题来了，航母上6000人每天消耗这么多食材，船上能装多少？答案是，尼米兹级航母的冷藏和干货储存空间大约能支撑6000人吃70天左右，加上应急的战斗口粮，满载时的补给可以支撑大约90天的独立作业。也就是说，理论上航母可以在不靠岸的情况下独立生存3个月，但理论归理论，现实中没有人真的想在海上啃罐头啃3个月。2周之后，新鲜蔬菜就见底了；1个月之后，水果只剩罐头版本；再往后，沙拉就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冷冻食品和罐头。所以每隔7到14天，航母就会进行一次海上补给作业，英文叫 UNRWAP， 全名是 Underway Replenishment。这是整个航母后勤体系中最壮观也最惊险的环节之一。海上补给是怎么进行的？首先，一艘专门的补给舰会靠近航母，2艘巨轮以12到16节的航速并肩航行，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30米。想象一下，你正开着一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跑，旁边30米外有另一辆同样巨大的卡车跟你同速并行，然后你们要在不停车的情况下用钢缆把几十吨的货物从他那边传到你这边，偏1度方向盘就可能撞船，松一下缆绳就可能砸伤人。航速12节的时候，方向只要偏差1度，船就会以每分钟6米的速度横向漂移，这在2艘巨轮之间只有30米间距的情况下是致命的。所以操舵手必须是全舰最有经验的精英，整个舰桥团队在补给期间必须全神贯注。2艘船并行稳定之后，会先发射一条引导绳到航母上，然后逐步架设起钢缆传输系统，
食物、弹药零件和各种补给品被装在大型站板上，通过钢缆从补给舰滑到航母的机库甲板上。一次海上补给作业可以传输约18万到32万公斤的食物，从新鲜水果蔬菜到冷冻肉类，从罐头食品到做面包用的面粉，什么都有。除了钢缆传输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垂直补给，就是用直升机来回运送。直升机从补给舰上吊起，物资飞到航母甲板上放下，效率更高，但载重量有限，通常用来运送急需的物资或者邮件。对，邮件。在海上漂了几个月的水兵，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海上补给时能收到家人的信。整个补给过程通常需要几个小时，在这期间，航母上专门负责搬运的水兵会组成人力传送链，把从甲板上卸下来的站板一路搬进位于水线以下的冷藏库和干货舱。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体力活，但也是水兵们最期待的日子之一，因为海上补给意味着新鲜食物要来了。那些出海2周以后就消失的沙拉和新鲜水果终于要回来了。而海上补给技术本身也有一段精彩的历史。这项技术的现代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美国海军的莫米号游船在古巴海域进行了第一次实战性质的海上补给作业。到了二战太平洋战场，海上补给技术成为美国海军压制日本的秘密武器之一。因为有了海上补给，美国航母编队可以在海上无限期地带下去，不需要返回港口，这让日本海军完全无法预判美军的行动规律。这项技术当时被列为军事机密，因为美军不希望敌人学会。到了今天，海上补给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成熟的传输方式，从标准张力并列补给法到最新的电子化系统。福特级航母甚至配备了全新的电动补给系统，可以处理更重的载荷，适应更恶劣的海况。说到后勤，光有食物还不够，6000个人每天喝水、洗澡、洗衣服，加上蒸汽弹射器需要大量的淡水来产生蒸汽。航母对淡水的需求量是天文数字，但航母不可能装载足够用好几个月的淡水，那怎么办？答案是自己造。尼米兹级航母配备了4台蒸馏淡化装置，利用核反应炉产生的大量热能来加热海水，使其蒸发，然后冷凝成淡水。这套系统每天可以生产超过40万加仑的淡水，大约相当于150万公升。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美国家庭平均每天用水量大约是300加仑，也就是说，航母的淡水产能足以供应超过1300户家庭的日常用水。而且因为动力来源是核反应炉，这个过程基本不消耗额外的燃料，只要反应炉在运行，淡水就源源不绝。2010年海地大地震之后，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被紧急派往海地海域进行人道主义救援。除了提供医疗和空运支援之外，卡尔文森号每天可以为海地灾民提供20万加仑的多余淡水。一艘军舰用它的核动力直接变成了一座移动式的海水淡化厂，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大概是核能最温柔的应用场景了。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美国航母也执行过类似的淡水供应任务，把海水变成救命水送到受灾地区。航母的核动力系统可以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一座1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用这么强大的能源来煮海水变淡水，简直是大材小用，但又恰到好处。美国海军深知一个道理，在航母上，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士气。想象你是一个19岁的年轻水兵，你离开家人，搭上一艘钢铁巨兽，在大洋深处漂了好几个月。你的床只有68公分宽，铺的是7公分厚的泡棉垫，你的上铺距离你只有50公分，翻个身都困难。在尼米兹级航母上，一个寝室最多可以塞180个人，你听着179个人的打呼声入睡。福特级好一些，一间寝室40个人，但依然谈不上舒适。你一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你看不到陆地手机，没有信号，和家人的联系只能靠偶尔的邮件和不稳定的网络。在这种环境下，一顿好饭菜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你一天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它是你和朋友坐下来聊天放松的短暂时光，它是家的味道，它让你想起妈妈做的烤鸡，想起感恩节全家围坐的餐桌，想起你离开时女朋友给你塞的那包零食。海军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在餐饮上下的功夫远远超出让人吃饱的层次。
近年来，海军甚至开始举办舰上的烹饪比赛，让厨师们有机会展现创意。2025年，来自杰拉尔德福特号的年轻烹饪专家们代表海军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举办的第49届联合烹饪训练演习。这是北美最大的军事烹饪比赛，由美国烹饪联合会认证。海军团队带回了19面奖牌，其中包括12面金牌和3个全场最佳。其中一位来自福特号的年轻水兵在年度学生厨师项目中拿到了银牌。他事后说，当他连到来自船上的队友和未婚妻在场边为他欢呼时，他感到无比自豪。这就是军队餐饮的另一面，它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作，它可以是一门艺术、一种荣誉、一条职业发展的道路。有些海军烹饪专家退役后去了顶级餐厅工作，因为能在航母上那种地狱环境里做好饭的人，到了任何一家陆地餐厅都是降维打击。航母厨房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日常的高温和繁重，当恶劣天气来临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混乱。大浪打来的时候，整艘船会剧烈摇摆。想象你在一个倾斜的厨房里，端着一锅滚烫的汤，锅在滑，你在滑，地板上可能还有油和水。这种情况下，烫伤和摔伤是最常见的事故。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航母厨房配备了专门的设备固定系统，锅具和烤箱都有锁定装置，防止在海浪中乱滑。地板铺设防滑垫，到处都有扶手。厨师们也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学会在摇晃中保持平衡并安全操作。在极端海况下，正常的烹饪作业可能需要调整，比如暂停使用油炸锅，因为油锅翻倒的后果不堪设想，比如改用冷食或简易餐食来代替热食。但无论如何，供餐不能停，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水兵们也必须吃东西。设备故障也是另一个大挑战，在海上坏了的烤箱可能几个星期都等不到替换零件，这时候厨师们就得发挥创造力，用现有的设备想办法完成本来需要坏掉那台设备才能做的菜。资深的烹饪专家会说，在航母上待久了，你的即兴发挥能力绝对能让陆地上任何一个大厨佩服。这也是为什么海军烹饪专家的训练课程中特别强调应变能力，因为在海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出什么状况。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历史，航母上的餐饮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战时期那时候的航母伙食可以用勉强果腹来形容，罐头食品、硬饼干、脱水蔬菜，偶尔有新鲜肉类，但品质参差不齐。厨房设备简陋，冷藏能力有限，在热带海域作战时，食物变质是常态。很多二战老兵的回忆录里都会提到船上那些难以下咽的伙食，以及偶尔靠岸时他们冲向餐厅大吃一顿的狂喜。冷战时期，随着核动力航母的出现，事情开始改善。核动力意味着充足的电力和淡水供应，冷藏设备可以更大更好，食材的保鲜期更长。海军也开始意识到伙食对士气的重要性，开始系统性的培训专业厨师，开发标准化的食谱手册，制定营养标准。到了今天，航母上的餐饮水准已经和二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航母厨房的运作模式更像是一家超大型的餐饮连锁企业，有标准化的食谱，有严格的营养计算，有供应链管理，有品质控制，有员工培训体系，甚至有厨艺比赛来激励员工。唯一的区别是，这家企业的门店漂浮在大洋上，而且随时可能要面对敌人的导弹。但改善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20年前后，有水兵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食物照片，带血的半生烤肉，发霉的面包，化石一样的鸡蛋。照片迅速在网上走红，引发了公众对海军伙食品质的广泛关注。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在极端环境下维持一致的高品质餐饮服务有多困难。100多个厨师， 1.8 万份餐，24小时不间断在海上漂好几个月，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影响到水兵的餐桌。而这也正是为什么福特级的厨房革命如此重要。更好的设备，更智能的系统，更合理的空间布局，目的都是减少人为出错的可能性，让每一餐都能保持稳定的品质。让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当我们谈论航母后勤时，我们其实在谈论一种哲学，那就是美国海军对人的投资。一艘航母的建造成本大约在130亿美元左右，加上舰载机武器系统维护费用，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但这些钢铁和电子设备如果没有那5、6千个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人来操作，就什么都不是。而让这些人保持状态的，除了纪律和训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他们的基本需求：吃饭、喝水、休息、通讯、医疗。在这些需求中，吃饭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情感连结的。一个水兵可能不会因为雷达系统升级了而感到开心，但他一定会因为今天的牛排特别好吃而心情大好。他可能不会记得某次演习的战术细节，但他一定会记得在圣诞节那天，在大西洋中央和战友们一起吃火鸡大餐时的那种温暖。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航母上的餐饮服务也在持续进化。福特级已经展示了一个方向：更集中化的厨房、更智能化的设备、更高效的人员配置。有些专家在讨论自动化烹饪系统在军舰上的应用可能性。如果触控萤幕烤箱已经可以一键烹饪了，那距离完全自动化的备餐系统还有多远？也有人在研究如何通过更好的食品保鲜技术来延长新鲜食材在海上的保存期限，减少对频繁补给的依赖。不过有一件事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人的重要性。无论科技多先进，站在灶台前为战友们做饭的那份责任感和荣誉感，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航母如何每天喂饱6000名水兵？答案是靠100多名训练有素的烹饪专家，在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工业级厨房里，用每天价值几万美元的食材，按照严格的营养标准和轮换菜单，在50多度的高温和摇晃的船舱中每天做出 1.8 万份饭菜，再靠一套精密的冷藏和干货储存系统，以及每隔1到2周一次的惊险海上补给，确保食材永不断供，再靠核反应炉提供的无限能源，每天从大海中抽出150万公升的淡水，支撑一切的运转，再靠生日龙虾、节日火鸡、凌晨烤饼干的香味和偶尔的啤酒日，把5、6千名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士气维持在一个可以打仗的水平。这就是航母后勤的硬核，它不像战斗机起飞那样轰轰烈烈，不像导弹发射那样惊天动地，它发生在甲板以下、水线以下，那些外人永远看不到的狭小厨房里。但如果没有这些默默无闻的锅碗瓢盆，没有那些凌晨3点就起床揉面的手，这艘10万吨的钢铁巨兽就只是一堆漂浮在海上的废铁。拿破仑说过，军队靠胃行军，20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是真理，只不过现在的胃更大了一点，大到一天需要2万杯咖啡才能填满。